佳儿，哎，姐姐醒了。啊，林夕，快把我昨天睡的褥子收拾一下。是，快。佳儿，佳儿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好，多谢。姐姐，用点早膳吧。来，漱漱口。来，佳儿，吃点东西啊。怎么样，合胃口吗？如果你想吃什么，你就告诉娘，娘亲自给你做。娘，你这样盯着姐姐，让姐姐怎么吃啊？啊，是是，佳儿，那你慢慢吃啊。这嘉宁阁是你出生的时候啊，你爹特意为你修建的。这嘉宁二字，还是高祖皇帝所赐。还有这梳妆盒，你急急的年岁，娘亲自请工匠打了这只梳妆盒。你看，这玉珏和你的手串是出自同一块玉石。这屋子里的一切，都是随着你长大，爹和娘一件一件置办的。还有院子里的玉兰树，那是你出生的时候，你爹亲自为你种下的。18年了，玉兰年年开。娘年年盼着你能回来。娘，郑叔说玉秀阁收拾好了，姐姐一会儿就可以过。娘，您怎么哭了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佳儿回来就好。凤儿，一会儿找人把这家里娘给佳儿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搬到玉秀阁去。这么多东西，那得搬到什么时候呀？那院子里还有棵树呢，总不能把那棵玉兰树也给刨了吧？我想到了，不如让二姐直接去玉秀阁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二姐，你觉着呢？二姐，大姐回来了，你不就是二姐吗？啊，青儿，没事，只是搬点东西。凤儿，我又说错话了吗？没有，凤儿说的对。这嘉宁阁本来就是姐姐的住处，还是我搬吧。青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娘，没事儿。姐姐回来是大事。是啊，这样不就省事儿多了吗？就不用搬了。佳儿，娘为你啊。
小姐，大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二小姐。阿奴，若再早一些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和你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了？你的家人，他们都很牵挂你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娘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。她一直都在苦苦地找寻着你。你呀，有2位兄弟，一位大哥高大威猛，一位弟弟调皮可爱，还有一位乖巧懂事的妹妹。若你还活着，你可以看到这一切，该多好！是我害了你，你和家人近在咫尺，却生死两隔。阿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陆远的。殿下放心，这条线索我们已经跟了那么久，这次一定要让陆远人赃并获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明天晚上廷尉会前往渡口，你去武库捉裴如海。是，下去准备吧。是。老师，学生不会让你忙死的。不出陆远，誓不罢休。二小姐。自从大小姐回来，别说夫人、长公子、二公子了，就连下人们都敢给咱们脸色瞧。小姐，你怎么还亲自给她做糕点啊？她毕竟是我姐姐。小姐，咱们平时都不这……别说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。他们不是说大小姐要午休，不让任何人打扰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方才一路也没瞧见，她去哪儿了？喂，病人的药好了。情况还可以，现在给你开服药方。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，药到病除。空城，抓药。好嘞，跟我这边走。李哥，师兄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
现在健康城的守卫应该已经放松了，我想要不了多久，应该就能出城了。若就这样走了，我不甘心。刺杀彭城王绝非儿戏，我们现在应该先避避风头，等到见到师傅再从长计议。那阿奴的死呢？陆远杀害阿奴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师兄，你这三九堂表面上是一家药铺，但是江湖上的任何消息都可以在此周转买卖。师兄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心中只有刺杀彭城王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不重要？阿奴的死对你来说不重要吗？陆远当着我们的面，眼睁睁地虐杀阿奴，这对你来说不重要？师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此仇怎能不报？你怎么能如此无情？我绝非无情。你忘了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了吗？现在沈庭、张凯旋、沈家必定处在风口浪尖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离开健康。给我陆远的消息。没有。给不给？不给。好，我自己去找。离哥。祝离哥尽快获取神父信任，以谋后事。小姐，你药忘记拿了。师姐，办事小心啊！今夜亥时3刻，渡口交火。小姐，郑叔说今天没见大小姐出门。大小姐会武功，一定不是简单人。先走吧。佳儿，看大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找我？这是偶云轩的荷叶卷，还热乎着，也不知道你是否喜欢，就买来了。快尝尝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好吃。那大哥下次还买给你吃。这10几年，你四海为家，居无定所，定是不容易吧？妹妹，你闯荡江湖，可曾习过武？不学点武功，怎么保护自己呢？那妹妹应该听娘说过，大哥可是领军将军。不如，改天我们兄妹一起切磋1、2如何？好啊。那大哥先走了。殿下，这已经亥时了，裴如海应该去渡口交火了。
沈之和廷尉，他们怎么？无忧调查的路远，私通武库，买卖兵器，恐有暗中养兵之嫌呐，事关重大呀，四哥，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六弟请命彻查，永绝后患。陆氏虽跋扈了些，但对朝廷也是忠心。什么暗中养兵，绝无可能。四哥，你相信我。送靖灵王回府。说到底，四哥还是不信任我。裴如海怎么还没到？已经通知了，应该快到了。人呢？这儿呢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艘船是我的，是你的又如何？那你是谁啊？管我是谁！别动！3日后亥时，城东渡口陆远接货。你也在调查陆远？是啊。那看来我跟姑娘是同道中人了。船来了，校尉。人怎么还没到？陆远吗？离我远点，蹲回去。姑娘是要杀陆远，就你一个人？再多嘴，我先送你去见阎王。嘘，陆远怎么还不来？不等裴如海了，接货。是。胡军，薛校尉已在码头接到5艘船，准备把我们2船军备运走。回府。是。胡军，裴如海被抓，还有廷尉往码头方向去了。校尉，廷尉来了。给我搜！是。廷尉如此阵仗，意欲何为啊？接密报，吴库贪墨军需，特来核查。
我等奉命行事，何来贪墨一说？不知廷尉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？薛校尉，武库账册上明明只有3艘军船，为何这儿1、2、3、4、5艘啊？廷尉，陆护军，陆远，本官来此核查，没想到这区区接收军船的小事，护军也亲自前来啊！别动！我陆远身为武兵尚书，直辖武库，被廷尉的人闹得人仰马翻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廷尉依法办案，护军见谅。10月初8，官造军船3艘，可为何多出2艘啊？护军作何解释？哎，姑娘，你别乱动。哎，别说话了。怎么会是3艘呢？我明明记得登记的是5艘啊！谁说的是3艘？裴如海的官册登记为3艘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裴如海监守自盗呢？裴如海已押入廷尉，到底是3艘还是5艘？等审过裴如海，自然可知。可耽误了军需入库，你可担得起？姑娘，你踩着我脚了。雪球，将5艘船登记入库。是，护军。又是你！我正找你呢。少废话，受死吧！保护护军！护军！
小姐。胡军，给我追！廷尉，怎么办？把军靴捞上来。是。殿下，裴如海那边怎么样？已被沈直秘密押入沈府。连夜提审裴如海。是。殿下，路上躺一女子，看似受伤了。给我仔细的搜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陆护军，这是靖灵王的座驾，还望让开。原来是靖灵王啊！下官捉拿贼人，误拦殿下车驾，还望殿下恕罪啊！啊，原来是你啊！陆护军，这大半夜的，辛苦各位了啊！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啊！下官奉命行事，还望殿下通融。若是刺客扰了殿下，下官可担待不起呀。你怀疑本王私藏罪犯，是不是？哼，下官并无此意啊。本王跟你说笑呢。陆护军受伤了，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伤我朝中重臣？季叔在，快把医官叫来。是，不必了。区区小伤而已，就不劳殿下费心了。殿下，你今夜好像喝多了，还不送殿下上车？你走开！你从来就不信我，更不用我关心你。来，若是今夜本王不让你搜上一搜，你是不是就不让我走了？殿下言重了，我怎敢怀疑殿下呀？还有什么是你陆护军不敢的？你要不跟我靖灵王回去，到我府上再搜一搜？不必了。今夜多有得罪，下官还要追拿刺客，就先行告辞了。
退下吧。殿下，走。季叔，到了没？快了，殿下。快点儿！是。哎，姑娘，醒了，没事吧？谢公子关心，我无碍。姑娘，你孤身一人刺杀陆远，胆识不凡呐！你别怕，我刚才为了你，被他好一阵刁难呢。丧尽天良之人，必诛之。必诛之。姑娘，你受伤了，我送去医治。不是，公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今日之恩，若有他人，定当报还。可是你受伤了。季叔，停车！姑娘，一个女子竟然能为铲除奸佞如此舍身，本王绝对不能放弃。师姐，跪下！你还是去了。陆远到底在做什么生意？为何今夜廷尉会将官船查扣？军靴、兵器，你把他杀了。先给你上点药吧。你有陆远开墨的证据吗？师傅常说你性子最沉稳，现在看来是师傅错了。你要杀的不是贪贿小吏，更不是江湖人士，而是一个权倾一时的氏族豪门。你以为单凭一剑一罪就可以置他于死地吗？再说像陆远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留给我证据？忍着。师兄，张空城起来吧，这不怪他。空城，起来吧。虎爵，人抓到了吗？一次两次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属下会继续搜查，一定将人抓获。裴如海呢？裴如海被廷尉带走了。虎爵，裴如海自身罪责难逃，想来也不敢出卖我们。只是白白可惜了那2艘。现在还想着那2艘兵船？一个廷尉，若无人授意，他敢跟我陆家对着干，一定不只是廷尉。
告诉你们，我可是陆护军的人，一个小小的廷尉竟敢如此待我！再说一遍，你是谁的人？殿下容命，殿下容命。本王问你，今晚那2船多出来的兵器是怎么回事？那2船是陆家的，陆家自从掌管武兵以来，一直让我虚报军备，珠宝私囊。中饱私囊，他若要中饱私囊，为何不直接吞没军需，而要私藏兵器？兵器藏哪儿去了？下官真的不知，我只是帮他们做假账、劫船，之后的事情下官一概不知啊。陆氏私藏兵器，罪大恶极，明日知见殿之上，下官愿当堂揭发陆远。好，慎之，看管好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接近他。我殿下开恩，我殿下开恩，我殿下开恩的，我殿下开恩，我殿下开恩的，我殿下开恩。这神神秘秘出现在神府的，会是什么人呢？姐，你身手好厉害！疼！姐姐，你们这是？二姐，你呀，姐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让娘好担心，娘还以为你不告而别，都急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大哥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姐姐昨夜一夜未归，娘还以为姐姐不告而别了，便癔症发作急晕过去了。放心，好在是虚惊一场，梁公爷已经来过，说娘现在并无大碍了。癔症，当年姐姐失踪之后，娘便一直被梦魇困扰。这情况时好时坏，严重的时候就把我当成是你，天天佳儿佳儿的喊我。大哥，姐姐的功夫可厉害了，今天我想试试她的身手，一招给我锁住。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，我曾经习武。佳儿，你一夜未归，去哪儿了？还有，你这手串上的血迹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佳儿，娘，佳儿，娘，娘，你终于醒了，佳儿。你不是佳儿，你不是佳儿，佳儿，娘，佳儿，娘，佳儿，娘以为你又离开我了啊！让娘看看，这2天你去哪了？你去哪了？啊！娘，姐姐就是在府里待闷了。出去走走。那你为何半夜出门？你去哪儿了？
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在家里，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跟审犯人一样？我只是觉得妹妹行迹略有可疑。我看你是这2天抓刺客抓晕头了吧？连佳儿你都怀疑。18年了，我们想着天伦之乐，可佳儿呢？佳儿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双亲在何处，她孤苦伶仃的。你们只知道高床软枕，衣食无忧，你们什么时候体会过栉风沐雨的滋味？她是你的亲妹妹，行迹可疑，就是你对她的回应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无论佳儿是什么人，无论佳儿做了什么事，我只知道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她是我们沈家的人。我们亏欠她实在太多了。佳儿，不怕，回来就好。只要有娘在，什么都不要怕，啊！来，坐。不怕，佳儿，娘亲在你身边，娘亲会保护你的。